2026年3月，日本媒体 Gold Online 刊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案例：一名81岁的母亲去世后，54岁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妈妈每天在电话里说的日常，竟然是照着几张便条纸念的。今日は肉を食べた。近所の人と散歩に行った。但他根本没有出去散步，冰箱里也没有他说的那些食物。更矛盾的是，这个儿子并不是完全不关心母亲，他每天晚上8点半都会准时打一通电话回家，一天也没有漏掉。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每天都和妈妈说话的儿子，为什么直到母亲去世才发现他早已无法正常生活？而妈妈又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替自己编出一个不存在的日常？报道为了保护当事人，使用了化名。这名儿子在报道中被称为齐藤太郎，今年54岁。他在东京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工作，母亲齐藤美津子则独自住在神奈川县一栋屋龄超过50年的市营住宅里。太郎工作繁忙，一年只能回老家2-3次。他知道81岁的妈妈一个人生活，心里其实不太放心，所以母子2人做了一个约定，每天晚上8点半固定打一通电话，每天时间一到，电话那头总会传来妈妈开朗的声音。さっきご飯を食べたところよ。今テレビを見ているところ。今日も何も変わりないわ。说完自己的事情，妈妈还会反过来提醒他，仕事あまり無理しないでね。如果只从这些对话判断，美津子的生活确实没有任何明显异常。她记得接电话，可以清楚的对话，有吃饭，有看电视，偶尔还会跟邻居出去散步，至少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某一天晚上8点半到了，太郎和平常一样打电话回家，但是这一次没有人接。他又打了几次，电话依然不断响着。这是母亲第一次错过2人约定的通话时间，太郎开始感到不安。隔天一早，他立刻从东京赶回神奈川，最后在警察陪同下进入母亲家中，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2天。事情到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场高龄独居者突然离世的悲剧，但当太郎开始整理母亲留下来的东西时，屋子里陆续出现了几个无法解释的异常。第一个异常在厨房，妈妈每天都说自己吃过饭了，但是厨房里没有正常料理过的痕迹，只堆着廉价泡面的空碗以及一些超商塑胶袋。太郎接着打开冰箱，里面没有肉，没有蔬菜，也几乎没有可以组成一顿饭的食物，只有一瓶喝到一半的水以及少量的调味料。电话里那个刚吃饱的妈妈到底吃了什么？第二个异常出现在神桌旁边，那里放着一个老旧的铁罐。太郎把盖子打开，里面竟然装着数百枚100元硬币，整整一罐全部都是零钱。但是母亲每个月都有养老金收入，照理来说她不至于只能靠这些硬币生活。直到太郎拿出母亲的存折，另一个更不合理的地方出现了，养老金每个月都正常汇入，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被提取，钱明明就在账户里，妈妈为什么不用？根据报道推测，答案可能和她日渐退化的双腿有关。妈妈已经很难走到车站前的提款机，以前只是一段普通的路，现在却成了一段她无法完成的距离。她不是没有钱，而是走不到放钱的地方，所以她只能打开那个旧铁罐，把以前存下来的硬币一枚一枚拿出来，算着今天还剩下多少，再到住家附近的自动贩卖机或小商店购买一些她走得到也付得起的东西，或许是一碗泡面，或许是一瓶水。至于报道里的这些推测是否完全正确，我们已经无法再向母亲确认。但是空荡荡的冰箱，几个月没有提取的养老金，还有那一整罐逐渐被用掉的硬币，至少共同指向了同一件事：美津子实际经历的生活和她每天在电话里描述的生活完全不同。然而真正解开这个谜团的东西还不在厨房，
太郎整理客厅时，在坐垫下面发现了几张便条纸，纸上只有几句非常普通的话：今天有吃肉，有跟邻居出去散步。一开始看起来，这可能只是母亲随手记下的生活记录，但问题是，她的双腿早已痛到很难出门，冰箱里也找不到她经常吃肉的迹象。太郎最后才意识到，这些不是妈妈做过的事情，而是他准备在电话里告诉儿子的事情。妈妈连谎话都事先写好了，她可能担心每天只回答我很好，儿子迟早会听出不对劲，所以她替自己设计了一套听起来更真实的生活。今天吃肉，明天和邻居散步，或许后天又发生了一件平凡的小事。每天晚上8点半，太郎以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正在看妈妈今天过得怎么样。但对美津子来说，电话不是一扇窗，而是一座舞台。电话铃声响起，他坐到固定的位置，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条，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点。接着演出一个仍然可以吃饭、散步，也能独立生活的自己，直到儿子放心地挂断电话。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把整件事归结成一句话：这个儿子太不孝了，1年只回家2、3次，当然看不见妈妈真正的生活。但是如果故事只是这么简单，它不会让这么多人感到害怕，因为太郎并不是完全消失的子女。他知道妈妈独居，他主动安排每天通话。母亲第一次没有接电话时，他隔天就立刻赶回家。问题不在于他完全没有关心，而在于他把每天都有联系理解成了我知道妈妈过得怎么样。这2件事看起来很像，其实完全不同。每天的电话只能告诉他，妈妈今天有接，妈妈的声音听起来正常，妈妈说自己吃过饭了。但是这些信息都来自同一个人，就是那位拼命不想让儿子担心的妈妈。只要妈妈决定隐瞒，整套确认方式就会同时失效。一句我刚吃饱可以藏住厨房里的泡面碗，一句我有出去散步可以藏住已经走不到银行的双腿，一句你不要太累又把儿子的注意力从妈妈身上推回自己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太郎看到那些便条纸后会彻底崩溃。他一直以为每晚8点半的电话是自己在照顾妈妈，直到那一刻才知道，其实每一次通话都是妈妈在保护他。后来太郎不断问自己，妈妈坐在房间里一枚一枚数着铁罐里的100元硬币时，究竟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等待晚上8点半的电话。他有没有哪一次已经把我走不动了放到嘴边？有没有哪一次其实很想请儿子回来一趟？可是当电话真的接通，他看了一眼准备好的纸条，最后说出口的依然是我刚吃饱，我都很好，你工作不要太勉强。我想这个故事最残忍的地方，甚至不是妈妈去世2天后才被发现，而是她活着的最后一段时间，明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给她，却始终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活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而她也不是突然决定欺骗儿子，她只是当母亲当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怕孩子担心，老了以后还是怕孩子担心。以前藏的是家里没钱，后来藏的是自己已经走不动。她以为只要自己不说，孩子的人生就可以轻松一点。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份不愿意添麻烦的体贴，最后会变成儿子一辈子都放不下的那句话：如果我早一点回去看看就好了。所以下一次，当爸妈又在电话里说我没事，你忙你的，我们不必立刻怀疑他在说谎，但是也别太快把这句话当成生活一切正常的证明。因为声音可以假装轻松，一间屋子不会，空荡的冰箱不会，没有提取的养老金不会，那个装满硬币的旧铁罐也不会，而那几张藏在坐垫下面的便条纸，最后替这位母亲说出了她活着时
最不愿意让儿子知道的那句话，其实我已经过得很辛苦了。我是阿和，这里不急着教你怎么成为一个满分的子女，只是陪你一起看见爸妈藏在我很好后面的另一种生活。顾爸妈免惊啦。我们下支影片见。